大家有在 Google 上面或者是 YouTube 上面搜寻过独旅吗？或者是大家有想过要自己试试看去独旅吗？我有。可能独旅对某些人来说是一个很稀松平常的事情，但是对于我，或是可能对有些人来说，是一件蛮难的事情。为什么呢？我那时候最害怕的就是怕被别人觉得你怎么一个人，怎么那么可怜，这样子之类的，就是有一种害怕这种孤独感。又有些 YouTube 上面的人会说，独旅就是可以让自己跟自己讲话，其实不是孤独感，一个人不一定等于孤独。但我没有办法体会这种感觉，所以我很久很久以前就想要试试看，但我都没有出发。我18岁的时候想要用一次，我20岁的时候也想要出去独旅一次，但都失败了，因为还是有点害怕。应该说，在台湾你就会身边有很多朋友，你就不会想要真的踏出那一步，就你也没有什么动机嘛。但是这趟旅程呢，就是我不得不要出去了，或者说我第一个要面对最大的挑战，就是我要挑战独旅。我要熟悉一个人要怎么跟一个人旅行之类的。我一开始还是很害怕就是不知道要怎么办，所以我一样在 YouTube 上面搜寻了，再搜寻更多的这个独旅 solo trip。但是看完那些影片，有没有减缓我的焦虑呢？答案是没有。我只会佩服那些真的可以出去的人，但是我并没有自己感到不害怕。但没办法嘛，就是我的机票已经要出发了。所以我就背着我的书包，我拿着我的行囊，然后就这样出发去福冈了。第一天只有一个想法，那就是要活下去。因为在这个国家，在这个福冈这个城市，就只剩下我而已了。今天是在福冈的第2天，今天的目标是要活下去，习惯自言自语。但我现在手这根举到30度的地方，所以一开始好像没有那种我不敢一个人去餐厅里面吃饭，我不敢一个人去做什么的这种恐怖，因为你需要活下去，所以你只好真的去那个地方做你要该做的事情。今天是2月8号，然后今天的目标是要去订 JR 的票，然后去吃好吃的。但后来过了几天之后，就慢慢习惯自己独旅的这件事情。好，就会开始找到自己的节奏，然后也会开始规划自己要怎么探索这一个城市，就可以依照自己的步调去你想要去的地方，吃你想要吃的餐厅，看你想要看的风景。最大的好处就是你超级无敌巨无霸自由，你想干嘛就干嘛，你不用在意所有人任何人的眼光。你可能我觉得很贵不想去你不用理他。我觉得好无聊脚酸了我不想去，不用理他，你自己就看着你的心 follow your heart， 你想干嘛你就去干嘛，没有人会管你，没有人会有任何的意见，就是自己决定就好了。这个自由就是我觉得独旅最大，我这一次体会到最大的东西。
以结论就是，一个人出来玩其实也不是很可怜。一个人出来玩，或者说一个人出来旅行，一个人出来生活，某种层面来讲，其实也对我来说蛮舒服的。大家可以来试试看，没有想象中的那么恐怖，感觉所有事情都是一样。你在做之前会觉得很恐怖，但是你做了之后，就会发现其实根本就还好。这是这几天独旅给我的感觉。到最后会发现，独旅不会让我觉得哈，我怎么那么可怜？其实反过来说，我会觉得哈，我怎么可以那么自由？对，所以没什么好恐怖的。独旅的时候，感受到了这种前所未有自由，也没有前所未有，也没有那么夸张，就是这种很大的自由，没有人管你的这种感觉，你想干嘛就干嘛的感觉，我觉得很值得大家去试一试。